日本某处核燃料再处理设施内迎来2位不速之客，一人伪装警察用手榴弹炸毁大门，驾驶雪地摩托冲入设施；一人伪装成工作人员，用油漆在地面上喷上 VON 的字母后，趁着骚动抢走了一杯布。随后2人在废物警车的追捕中大摇大摆扬长而去。半年后的东京，少年九重和伙伴东二作为转学生进入了新的高中生活。东二在上学路上突然闻到消毒水的味道，于是爬上墙头观察。游泳之前，一群女生正在对一个妹子进行校园霸凌，强迫她从台上跳下去，而妹子完全没有反抗，说是自己想跳下去的，因为太热了。东二说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，随后从墙头一跃而下跳进泳池。绽放在李莎面前的是如盛夏暖阳一般的笑容。李莎抬起头，正对上九重的视线，那是如同寒冰一样的眼神。警视厅内，摸鱼大叔六里突然在网上刷到一段视频，2个自称斯芬克斯的头盔男宣布，从明天开始，东京将于下午3点后陷入黑暗。新宿的部分地区还将升起巨大的烟花，不过他们都没当真，只以为是学生们搞的无聊把戏。帅哥九重刚转学第1天就在班里出尽了风头，被一群女生缠着要联系方式。东二约在月天台见面，2个人闲聊了几句。东二突然发现李莎端着午饭跑进了厕所，妈妈的消息像催命一样发来。李莎感到一阵恶心，把精心准备的午饭全都倒进了马桶里，就再次从梦中惊醒。东二也还醒着，他总觉得李莎和那些身处设施的孩子们有着相似的眼神，那些孩子很弱小，所以死去了。曾经的他们也很弱小，所以救不了那些孩子。第2天，学校组织市政厅参观，距离下午3点还有3分钟时，2人开始行动。丽莎也在场，她快要被母亲源源不断发来的消息逼到崩溃了，心里想着要是所有人都消失就好了。摇摆的钢筋扯断了电缆，东京全市断电，陷入黑暗。警察柴崎本来没把这停电当回事，反正很快就会切到备用电源恢复供电，但是一想起昨天的恶搞视频，他发觉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。停电之后，所有工作人员疏散游客离开大楼。九重和东二则趁乱在室内的各个地方放置玩偶。摸黑准备离开的李莎正好遇下安全通道的东二。东二问他在这里做什么，随后将手中的玩偶扔给李莎，在自己同意之前让李莎千万不要放开玩偶。供电恢复之后，九重和东二已经离开了大楼，随后被他们放置的大楼内的玩偶接连爆炸，楼内的消防装置被触发喷水灭火，这导致玩偶喷出大股白烟。李莎还在楼里徘徊，东二告诉九重，他将玩偶给了李莎，他们现在既可以选择杀了他，也可以选择救他，重现下那天的情景，或许九重就不会做噩梦了。李莎的电话响起，九重告诉他有2个选择，一就是死在里面，2是成为他们的共犯，走哪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。露莎当然不想死，听到回答后的东二立刻离开了行动。李莎按照九重的指示来到4楼，将玩偶放置在外墙前。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，李莎面前出现了一堵巨大的豁口，东二的摩托就停在下方。东二示意让他跳下去，李莎狠心一跃而下，随后恐怖的爆炸从上到下席卷了整栋大楼，烟尘四散，群众仓皇逃命，真斗中升起了一朵巨大的烟花。东二自李莎和九重会合，李莎真是选择成为他们的共犯，之后就无法回头了。市政厅的爆炸被警方认定为人为的恐怖袭击，或者重重心思回到家的李莎还要面对如同疯子一样母亲的责问。针对市政厅爆炸事件，警视厅成立了网络犯罪对策课召开会议。由于在爆炸之前响起了火灾警报，所有人都及时避难，没有出现人员的死亡，只有少数轻伤群众。而在爆发的前1天，有人在网站上上传了疑似嫌疑人录制的视频，不过因为使用了匿名软件，无法追踪的 IP 地址。由于在爆炸时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停电，市政厅的监控画面也没有拍到可疑的人物。关于扯断电缆的吊车，他们正在调查中。市政厅有4根强度是普通承重柱4倍的超级支撑柱支撑，用普通炸弹根本无法炸掉。现场调查中，他们发现了铝热剂的化学反应，这是广泛运用金属焊基的方法。将氧化铁和铝粉的混合物点燃后，能产生近3000度的高温，这一高温超越了铁和混凝土的熔点，能够轻松将其溶解，而且材料很容易弄到手。炸弹炸毁超级柱后触发火警，有个洒水器的水发生反应，引发了水蒸气爆炸，导致大楼不堪重负后倒塌。使用这种炸弹的恐怖袭击过去也非常少见，如果连水蒸气爆炸都被计算在其中的话，只能说犯人的头脑相当了得。而且犯人在现场还动用了一枚 TNT 炸弹，这并不是炸毁大楼所需要的。于是技术人员尝试恢复了一下炸弹，发现上面有犯人手写上去的字母 VON， 画面一出，知道内情的高层都惊了，这和半年前留在核废厂的标志一模一样。如果真的牵扯到那个案子，国家怕是要大乱了。之后九重和东二都没去学校。东二问九重为什么要用共犯这个形容词，是为了封口吗？2个人猜拳九重输了，在伪装成外卖人员潜入警视厅，将装着炸弹的外卖箱放进了其中一间房间。爆炸案交给了搜查一课调查。斯芬克斯又在网上发布了视频，承认市政厅的爆炸是他们所为，但那只是个开幕，他们准备在近期安放第2枚炸弹，并问出了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来向警察提问。如果他们能猜出谜语，炸弹就归他们了。
公然对警方的挑衅把警察们气得不轻。斯芬克斯，著名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王中出现的怪物。斯芬克斯坐在特拜城附近的悬崖上，给过路的路人出谜语：什么动物早晨用4条腿走路，中午用2条腿走路，晚上用3条腿走路？若解不出谜题，就要被吃掉。最终的谜底是人类：4条腿的婴儿、2条腿的成人和3条腿的老人，用早中晚来比喻人的一生。但这个谜底和下次设置炸弹的地点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警察提出了可能是住址423，符合这一住址的地点是一所 DNA 研究所。警察们极其主动封锁研究所大楼。柴奇给伊科长仓桥打去电话，说自己也分析了一下斯芬克斯的谜题，人类只是其中一个谜题的回答。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，是早上2条腿，中午4条腿，晚上3条腿，数列是243。答案是俄狄浦斯自己，最初是双足行走的人类，后来杀父驱魔，沦为4足禽兽，最后刺瞎双眼，变得依靠拐杖。犯人还特地提醒了警察猜谜，是不是意味着炸弹就被放置在警署内部呢？而243这个数列的地址正是六本木警署。随着9重一通电话的拨通，放置在六本木警署的炸弹轰然炸响。柴奇是推理出了正确答案，可惜为时已晚。仓桥将2个犯人在核废厂抢走部的绝密消息告诉了柴奇，希望他能回归伊克。丽莎在书店遇到了东二，被东二用可乐加曼妥思恶搞了一番。丽莎追出去后，东二警告他虽然是共犯，但不是他们的同伴，如果丽莎敢告密，他一定要去杀了他。柴奇在那搜查伊克的得力干将，人称剃刀柴奇，这次重新被调回伊克，引起了年轻刑警雨村的不满。六本木警署爆炸后，恐怖行动响应专门部队出动了对侧车，可能已经有人察觉到他们的目标。九重决定再引发一次爆炸，一探究竟。警视厅内部锁定了伪装成外卖人员的9重位嫌疑犯，对方毫不避讳监控镜头，冷静地把塑胶炸弹铁盒安置入内，简直就是对警方的挑衅。在核废厂部争夺事件中，其中一个犯人刚入职几个月的内鬼宫本，但身份全都是伪造的。保存在设施内关键的影像全都被匿名人士给修除了，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幅画像，还是个很年轻的孩子。柴奇出生在广岛，因为长辈经历过核爆才会接下这个案子。警察正在审讯扯断电缆的吊车司机，不管怎么问，司机都坚称是自己太累太不小心，还是柴奇出马让司机招供。原来司机欠了很多赌债，正在被人追债。之后他收到一封匿名短信，说只要他确认旧江户川的电缆并伪造成意外，就能收到200万。司机只回复了一句同意，在给银行账户告知对方的情况下，就收到了100万。当然，汇款账户是假的。切断旧江户的输电线缆就能引发室内停电，并切断市政府的电源。但问题是，凶手的布局如此周密，为什么还要选择用邮件这种暴露线索的方式呢？六本木警署的监控视频简直是刻意留下的证据。随后，斯文克斯再次传来视频。今天的问题是解开了谜团的神明，其住所隔壁的大楼是哪里？最后的期限是明天上午10点。拖着笨重的双腿东奔西走吧。神明应该指的是神社。俄狄浦斯的名字有肿胀的脚的意思。俄狄浦斯被生父抛弃在树林时，曾用钉子划伤他的后脚跟，使其无法从野兽口中逃生。之后被牧羊人捡到，成为克林斯托国王的养子。国王看他肿胀的脚时，给他取名俄狄浦斯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俄狄浦斯一辈子都拖着腿走路。总之时间不多，警察决定先去排查室内的神社。总之的事情不简单的柴奇又躺回了文职课的沙发上思考，很快就从六弟在玩的异世界手游中获取了灵感。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但如果计划失败，需要仓桥这个部长负全责。持续遭受不断校园霸凌和母亲折磨的丽莎，终于无法忍受，收拾行李选择离家出走。九成和东二从小在一所设施中长大，两个人逃走时，另一个金发的孩子没能逃出来，而被火焰吞噬，这成了九重一直以来的心魔。柴奇录了一段视频，正面回应斯芬克斯，揭开谜团的神明只得是俄狄浦斯，他的母亲兼妻子的祖先是龙的化身。有一种说法称，俄狄浦斯一生都是跛足，而跛足之龙即荒土神。荒土神是关东地区民间信仰谜团重重的神明。有一天，他失去了居所，于世界各地徘徊，精疲力尽，直至跛足。荒土神的名字中还有龙之墓的意思，而在东京祭祀荒土神的地方是白须神社。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白须神社旁的大楼，成功拆除炸弹。柴奇正面喊话九重，自己出的谜题被正面解答的感觉如何？小孩子过家家要适可而止，要是他们再敢四处制造恐慌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警视厅吓得赶紧切断了视频，万一是激怒了对方怎么办？但九重和东二选得非常兴奋，看来警察已经察觉到他们和不抢夺事件有关了。雨村问仓桥，柴奇是何方神圣？15年的夏天，一名执政党议员的秘书从酒店房间坠楼而亡。虽然上头判断是自杀或者意外，但柴奇却主张是死者被卷入了某种不为人知的阴谋中。他随即展开调查，甚至调查到了秘书的领导头上。于是出身警视厅的领导就将柴奇调去了文职科，但柴奇也从未忘记那年夏天发生的事。